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佛陀开示，世间万事万物皆由因缘生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，亲情友情是几百世累积下来的福报所形成的缘分。每一种缘分都来之不易，父母与子女之间通常具备了这4种缘分：报恩缘、报怨缘、讨债缘、还债缘。不管是哪种缘分，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。1. 报恩。一个家庭要是能感召一个报恩的孩子，就是家庭之幸。因为父母过去是乐善好施，广种善因，子女前世受到你的恩惠，为了报恩，今生就会投胎到你家中来报答你前世的恩情。这样的孩子就会让父母很省心，长大后很孝顺。来报恩的孩子十分孝顺懂事，学业、事业都顺风顺水，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。世上的孝子贤孙就是属于这一类了。懂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要广结善缘，这样报恩的人才多。2. 报怨。因为父母前世不懂得断恶修善，种下许多恶因，你过去是伤害了他，亏负了他，所以今生就来做你的孩子，向你抱怨来了。小孩投胎而来，如果是抱怨的，这个就很麻烦，孩子很难管教，总会给大人惹祸。怨恨小的就顶撞父母，叛逆不听话；怨恨大的就四处为非作歹，闯下大祸。父母活着时不仅得不到孩子的奉养，死了还不得安宁。这样的人过去生中一定是冤家对头，今世来到你家来报仇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好的小孩少，坏的小孩多，什么原因？想想现在为人父母的，是对人恩德多，还是自私自利多？道理就一目了然。3. 讨债。因为父母在过去世中欠下孩子的钱债、命债或情债，所以今生就来做他们的儿子，前来讨债了。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，也比较容易判断。来讨债的孩子一般体弱多病，从不体恤父母。欠的少的，不过损失些学费、生活费，早早就走了；欠得多的，父母不仅损失大量钱财，还会让你废业荡产，家破人亡。你欠孩子钱，他来讨债了，但是和父母没什么感情，不管父母怎么喜欢他，都没感情，这都是来讨债的，债还完了，他就走了。4. 还债。因为孩子在过去世中欠下父母的资财，为了偿债，今生就会投胎来做你的孩子，前来报答你，孝顺你。这种情况是孩子欠父母的，家有钱来还债的孩子，那父母就有福了。他对父母有供养、孝敬的心，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父母，物质、精神方面都会照顾得面面俱到。这样的人投胎到这个家庭，对父母物质生活会照顾很好，但是在精神上就不会给到父母太多的安慰。如果孩子是来讨债的、抱怨的，有没有方法将其化解，使得恶缘为缘变成福缘呢？当然有，教。你要好好的教他，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教成父，把过去这个冤债都给他化解，变成法缘。没有定法，法无定法，看你会不会转变。这个道理咱们老祖宗早就知道了，所以老祖宗重视扎根教育，扎根教育就是转变这个缘。所以缘不是不能变的，能变。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，你对他就不失大恩大德了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的，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，教他变成贤人，变成圣人，这个恩德多大！来当你孩子的人，可能是透过与你的亲子关系来解决类似的纠缠。累世纠缠各有不同，假设你有2个或3个小孩，其中有一个小孩和你的累世姻缘比较助缘，你会发现这小孩很贴心，
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带领你，他脾气比你好，他比你懂事，甚至可能是你的恩人，你的良师益友。你跟这一类的孩子，在过去累世的关系中，基本上是彼此互助合作而成长的。你也会发现，有些小孩特别会找你麻烦，你这辈子都在为他烦恼，即使走到生命尽头都还放不下。虽然他带给你烦恼跟痛苦，可是在你心灵的某一个角落，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个孩子最亲，因为他是你这辈子最艰苦的功课与挑战。你这辈子心灵要成长，可能就必须先搞好跟他的关系。家庭是最扎实的道场，你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搞好，有办法跟自己的先生、太太亲密关系搞好，还要有办法把跟孩子的关系搞好。这3个关系能够搞好，你会开始慢慢把你的爱传达出去，传到周遭的邻人、朋友身上。许多父母教育孩子，往往过度保护、过度干涉、过度期望，这对孩子的身心都很不健康。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正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最健康的父母。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过程当中，不止孩子要学习，父母也在学习，而且父母的学习没有比孩子的学习还少。我们都是在借由当父母来学习怎么样当父母。从身心灵的角度来看，好父母的第一要务是把孩子当作是独立自主的个体。你生下来的孩子并不属于你，他是借由这辈子与你成就一个亲子关系而来，互相学习的。他是投胎来跟你成就一段亲子关系，以完成灵魂上的一种成长和彼此情感的交流。你一定要用一个很宽阔的身心灵的观点来看这件事。孩子是来陪父母一同心灵成长。从身心灵的观点来讲，孩子其实不是父母的，他有自己的个性，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，有他自己所有转世的历程，还有他内在生命的智慧。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上面没有看到这一点，就会不断爆发冲突。因为在整个身心灵的观念里面，当每个灵魂要来投胎时，他大致已经对他想生存的这个年代、环境等做了调查，所有信息都已经储存在他的潜意识中。父母要成为孩子的踏脚石，而不是绊脚石，要信任你的孩子。他敢来投胎，就表示他有2把刷子；他敢来当你的小孩子，就表示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出端倪，也许他们现在还好吃懒做，但是请记住，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。所以我们要给予的是机会、关心、爱，还有信任。你给予这些愈多，生命就长得愈好。真正的爱是告诉孩子你会做得很好，而不是不断地去伸出援手。你开始让孩子为自己的生命做决定，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活得很开心。做决定的时候，他学会思考，学会判断。一个身心灵真正的亲子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，父母为孩子付出，不需要回报。此外，父母还可以常以孩子的名义行善布施，积聚福德。你若坚持行善，便是为自己家人积福；你若坚持布施，便是为万物众生消业；你若坚持念佛，便是为今生后世铺路。通过自身所种下的善因福因，为自己与孩子收获无量福报、好运。让来报恩还债的孩子更有福气，让来抱怨讨债的孩子怨恨全无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